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每12秒就有1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有1人因中风离世。更可怕的是，它可能让好好的人突然瘫痪在床，说不出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赶紧找救命神药，特别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安宫牛黄丸，恨不得立刻就给病人灌下去。但是我今天必须得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事实，这么做很可能不是在救命，反而是火上浇油，让病情更复杂。为什么？因为中风在中医看来，中风分为2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路堵了，需要我们去清路障，我们管这个叫实症；另一种是车没油了，需要我们去加油，我们管这个叫虚症。你给一个没油的车使劲的清路障，你说能管用吗？肯定不管用，甚至会添乱。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尽量给大家说明白中风这个病。中风在内经里叫击扑，张仲景才确立中风的名字。大家也不需要懂什么高深的阴阳五行，我只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核心的方法，让大家能快速判断出病人到底是路堵了还是车没油了。掌握了这个方法，大家就能基本看懂中风后常用的那几类中成药，比如大活络丸、华佗再造丸、安宫牛黄丸、脑心通胶囊，到底该怎么选，再也没人能忽悠到你。视频的最后，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个中风中成药选用表，一张图总结的明明白白，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下来，关键时刻能帮你大忙，避免用错药。好，咱们先说说中医说的中风到底是什么，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很简单，中风就等于我们的大脑断粮或发大水。想象一下，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部，靠血管像水管一样输送氧气和营养。中风就是2种情况：一，水管堵了，缺血性中风，导致脑细胞断粮、饿晕了，占80%；二，水管爆了，出血性中风，导致脑细胞被血淹坏了，占20%。结果都一样，司令部部分瘫痪，身体对应功能立马罢工，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大家就记住5个主要表现：突然间晕倒了，半边身子动不了，也就是偏瘫；半边身子感觉麻木，说话不利索，大舌头，还有就是嘴歪眼斜。只要看到这些情况就是中风了。那么有没有前兆我们可以进行预防呢？有的。下面这些症状虽短暂消失，通常小于24小时，但却是大脑发出的最高级别警报。突发的面部肢体异常，包括单侧面部下垂、口角歪斜、单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拿不稳东西、走路拖步、言语功能障碍、说话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听不懂他人说话。还有视力突然障碍，单眼或双眼短暂黑蒙、视物重影，突发眩晕与共济失调，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还伴有恶心呕吐，不明原因剧烈头痛，呈爆裂感疼痛。即使上面这些症状在数分钟内消失，约1/3的患者会在1年内发展为中风，48小时内风险最高。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怎么知道中风病人是路堵了的实症，还是车没油了的虚症呢？其实老祖宗给我们留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手腕上，摸脉。我知道大家一听摸脉就觉得玄乎，浮沉池数太复杂了，今天咱们不讲那么复杂的，大家就记住2个字的区别：有力还是无力。什么叫有力？就是我们把3根手指头，一食指、中指、无名指轻轻搭在病人手腕上，能清楚地感觉到脉搏在咚咚咚地顶你的手，很有劲。这就好比路被堵死了，后面的车疯狂按喇叭，动静特别大，这种有力的脉象就代表是实症，是身体里有风、火、痰瘀这些邪气在作乱。我们的治疗思路就是要驱邪，把这些路障给清出去。那什么叫无力呢？就是你手指搭上去，感觉那个脉搏若有若无，很细弱，甚至要使劲往下按才能感觉到一点点跳动。细弱脉我们在诊法断法里的怎么识别细脉弱脉那一期里详细说过，大家可以回看一下。这就好比车快没油了，发动机哼哼唧唧的，有气无力，这种无力的脉象就代表是虚症，是身体里的正气气血不够了。治疗思路就是要扶正，给身体加满油。大家发现没有，一个有力，一个无力，治疗方向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咱们开头说的，不管3721就用安宫牛黄丸，
为什么错了？因为安宫牛黄丸是用来清路障的，而且是清热这个最大的路障的。你要是给一个车没油的虚症病人用了，不就是把他身体里仅有的一点点油也给抽干了吗？好，这个核心方法大家记住了吗？脉搏有力是实症，要清；脉搏无力是虚症，要补。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这个分类来看看那些药店里常见的治疗中风和中风后恢复的中成药到底该怎么选。第一大类，给路堵了的实症病人清路障。如果病人脉搏摸上去很有力，说明身体里邪气很盛，咱们就要用能驱邪的药。这类药又可以细分成3种：一、西风通络类，主要对付风和痰这2个路障，代表药一，大活络丸。它像什么？就像一个全能清障队。说明书里面说有52种药材，我们说说重点。组方里面有奇蛇、乌梢蛇、全蝎、地龙这些虫类药材，能搜风剔落，破除深层的痰瘀；有沉香、木香、天南星这些理气化痰的药材，能行气止痛，化解痰浊阻滞；有羌活、防风、威灵仙这些祛风除湿的药材，能解除关节肿痛麻木；人参、何首乌、麝香、天麻这些成分既能驱风，又能除湿化痰，还能舒筋活络。什么时候用它呢？主要用在缺血性中风引起的半身不遂、身上疼或者经脉抽着疼、腰腿疼。特别注意，这个药是给实症用的，所以前提是脉搏的有力。另外，孕妇、新生儿和有肾病的人绝对不能用。代表药2，脑脉太胶囊。它像什么呢？像一个清淤通管小分队。成分有益气扶正的红景天、人参，能激活线粒体功能，增强脑细胞耐缺氧能力；活血通络的3七、丹参、当归，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溶解微血栓；化瘀开窍的石菖蒲、银杏叶，可以清除氧自由基，保护血脑屏障；还有西风通络的鸡血藤、葛根，来改善脑血流，解除血管痉挛。最后用菊花、何首乌做辅佐药材，来抗氧化损伤，调节血脂代谢。主要任务就是补点气、活血，同时把风和痰清一清。什么时候用呢？用在缺血性中风的急性期轻症和恢复期，出现偏瘫、口歪、说话不清、半身麻木这些症状。特别注意，孕妇不能用，服药期间别吃太油腻的东西。如果你有感冒、发烧、嗓子疼这些上火的症状，也要谨慎使用。2. 活血通络类，主要对付淤血这个路障，代表药华佗再造丸。它是国家1级保密处方中成药。它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强力化瘀突击队。公开成分以植物药为主，包含活血化瘀、行气通络的川芎，温经散寒、降逆止痛的吴茱萸，开窍醒神、消肿止痛的冰片，开通经络、治疗麻痹瘫痪的马钱子粉。它什么时候用呢？主要用在中风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病人有半身不遂、胳膊腿发僵发麻、嘴歪、说话不利索等问题。特别注意，这个药里面有天南星、马钱子，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千万不能长期吃，可能会引起过敏或者中毒反应。孕妇是绝对禁用的。它的脉象摸上去也是有力的，比如滑脉、弦脉、涩脉。3. 醒脑开窍类，专门对付神志不清这个紧急路障。这一类药是中风用药里最特殊也最容易被用错的。它只用于一种情况，就是中风导致病人昏迷、神志不清了，我们叫做脏腑。如果病人意识清楚、能说话、能交流，绝对不能用这类药。代表药1，安宫牛黄丸热痹神昏专用。它像什么呢？就像消防队的高压水枪，专门扑灭因为热毒引起的大火。它的成分里有君药牛黄、麝香。牛黄清心解毒、豁痰开窍，麝香芳香透络、醒神复苏，两者协同穿透血脑屏障，抑制中枢炎症。臣药水牛角、黄芩、黄连、栀子。水牛角替代犀角凉血定惊，黄芩、黄连、栀子清三焦火热，左摇冰片，郁金、雄黄，冰片助麝香开窍，郁金解郁化浊，雄黄豁痰解毒，是药朱砂、珍珠，镇心安神，定惊止触，抑制神经异常放电。我们仔细看，方子里都是大寒的药，能清热解毒、豁痰开窍。它什么时候用呢？记住8个字：高热、昏迷、烦躁、胡话。病人不仅昏迷，还浑身发烫、烦躁不安、胡言乱语。
这才是它的适应症，这叫阳痹，脉象肯定是宏大有力的。特别注意，如果病人是手脚冰凉、脸色苍白的昏迷，我们叫寒痹，用了它就是雪上加霜，里面有朱砂、雄黄，有毒，不能长期吃，肝肾不好的人要慎用。所谓端午节前后吃能保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另外，中风24小时内效果最佳，超72小时还是谨慎服用。代表药2：苏合香丸，寒痹神昏专用。它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暖炉，用芳香的暖气把身体里的寒湿邪气给驱散。它的成分有君药苏合香、安息香、麝香、冰片。苏合香透窍逐会，安息香化痰醒神，麝香通络醒脑，冰片散开郁火，一起作用，来重启闭塞的神窍。陈药檀香、沉香、丁香、木香、香附、乳香。檀香理气散寒，沉香将逆调中，丁香温中止痛，木香行滞，香附解郁，乳香活血通络，化解气滞血瘀。佐药毕拔、白术、诃子、水牛角、朱砂。毕拔助陈药散寒，白术健脾，防止陈药太燥伤正气，诃子敛气防耗散，水牛角清心解毒，朱砂镇心安神。配伍精髓在于集9种香药开闭通窍，化解气滞寒凝，缓解心腹促痛。它什么时候用呢？用在因为寒邪导致的突然昏迷，比如病人还伴有怕冷、脸色发白等表现，这叫阴痹。它和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反的，一个是灭火，一个是送暖。特别注意，它是实证，脉搏也是有力的。但是如果是安宫牛黄丸那种热症，绝对不能用它。孕妇和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脱症的病人也禁用。第2大类，给车没油了的虚症病人加油。如果病人脉搏摸上去细细的、弱弱的，没什么劲，那就说明身体底子太虚了，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血脉不通。这时候就不能再用上面那些清路障的猛药了，而是要用加油的药。这类药我们叫补虚通络类，主要是补气活血。代表药1：脑心通胶囊。它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补气泵，给身体打足了气，再顺便通一通血管。它的主要成分有君药黄芪66克，能大补元气，推动血行，增强心肌收缩力，降低血管阻力。陈药水蛭、地龙、全蝎能破血逐瘀，通络解痉。水蛭能抗凝溶栓，用地龙舒张血管，用全蝎来抑制神经痉挛。佐药当归、川芎、丹参、赤芍、桃仁、红花、乳香、没药一起活血止痛，养血行滞，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此药桂枝、牛膝、桑枝、鸡血藤。引药归经，温通经脉。桂枝能温通心阳，牛膝引血下行，桑枝通利关节。配伍精髓在于黄芪是动力核心，虫类药破瘀通络，草木药调和气血，是气虚血瘀、冠心病、心绞痛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用药，临床有效率能达到 91.3%。 它什么时候用呢？用在因为气虚血瘀导致的中风，病人除了半身不遂、麻木、说话不清外，通常会伴有面白乏力、气短、胸闷刺痛、舌淡紫，有瘀斑、脉沉细涩无力、没精神的表现。特别注意，它的核心是虚，所以脉象一定是细涩无力的，孕妇禁用。代表药2：硝酸通络片。它像什么呢？和脑心通类似，也是一个补气加油站。成分里也有黄芪、丹参、三七等，作用是温补阳气，活血通络。什么时候用呢？多用于中风恢复期，病人表现出半身不遂、肢体麻木，同样是气虚血瘀的情况。特别注意，脉象也是无力的，服药期间要忌口，生冷、辛辣、油腻的别吃。如果有肝病、肾病、糖尿病等基础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好了，今天我们把中风病常用中成药的选择原则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对于中风这个复杂的病，咱们普通人只要牢牢抓住一个核心，先摸脉搏，分清有力还是无力，也就是分清了实症还是虚症。脉搏有力是实症，说明路堵了，就要用前面说的息风通络、活血通络、醒脑开窍这些清路障的药。脉搏无力是虚症，说明车没油了，就要用补虚通络这类加油的药。现在我把承诺大家的中风中成药选用表打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立刻截图保存。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紫云健康频道，一起学习更多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知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